第6章，淹没在亚马逊之下的城市。不久过后的一天晚上，我正在专心工作，这个时候清楚地听到了圣哲曼的声音。准备好，他说，今晚9点，我会来接你。我瞬间警觉起来，匆匆忙忙地干完活，洗了个澡，准备早点吃晚饭。我会给你带来合适的滋养食物，他解释说。因此我等待着，并进入了我能意识到的最深的冥想之中，只承认神之完美的显化存在。9点整，他出现在我的房间，穿着闪闪发光的，看起来像金属材质的衣服，就像是由抛光的钢铁制作而成，可是感觉起来又像非常柔软的丝绸与橡胶的混合物，质地很轻柔。我触摸了那美丽奇妙的布料，被深深地吸引住了。不知不觉中，我从物质身体当中走了出来，直至我转身看到肉体躺在床上，走到门口的一面大镜子前，我看到我穿的跟圣哲曼一模一样的衣服。我对此好奇，并且不理解为什么他们跟我们之前所穿着的不同。他在我的心智当中看到了这个问题，回答了我。我的孩子，试着去了解，在生命的扬升状态当中，为了达成我们选择承担的任务，我们总是自由地使用纯粹的宇宙材质，并根据我们希望的来赋予它任何特定的特质，满足完成任务所需。如果我们想要使用不会腐败的材料，我们就会赋予纯粹宇宙材质以那种特质，它就会做出相应的回应。如果我们希望一种形态只出现一段特定的时间，我们就会给予构成那种形态的材质以这种命令或者特质，然后相应的形态就会显化出来。比如在当前的状况当中，我们要去穿越水域，你穿着衣服材质的辐射会包围着你更精微的身体，从而让你与水元素的自然特质和活动隔离开来。试着想一想这种力量，它就在你的内在，可以从宇宙材质的浩瀚海洋之中进行无限的汲取。它完全的服从思想的引导，并通过人类感觉天性的活动，记录着所有施加给它的特质。宇宙材质总是服从于你有意识的意志，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它总是不断地回应人类的想法还有感觉。人们没有一刻不去给予这种材质以某种特质，只有通过这样的知识，即一个人有意识地控制和主宰宇宙材质的无限海洋，他才会开始理解自己创造力量的可能性，以及他在使用他的想法和感觉的时候所肩负的责任。几个世纪以来，人类赋予宇宙材质以枯萎和限制的特质，人类使用的身体正表达出这些特性。整个人类的情感当中充满了仇恨、愤怒、报复等等情绪风暴。4大元素记录下了这些特质。通过大自然中的风暴，它们返回到人类身上。地球上的人们拥有着灾难性的思想和情感，比如怨恨彼此、抱怨不公、憎恶某些地方还有事物。他们有意或者无意地散发出报复的感觉。这些特质被记录在了宇宙材质的浩瀚海洋当中，并在自然界的4大元素中以灾难的形式返回发出它们的源头个体。这些活动是大自然进化和提升它自己的方式，摆脱人类不和谐思想和感觉的污染，返回到它神之纯净的原始状态。每时每刻，每一个人都会接收到神之纯洁和完美的生命到他的心智还有身体当中。每时每刻，他也在赋予神纯粹的宇宙材质以某种特质。这种特质是他自己创造还有产生的，他一定会接收到这种特质，返回到自己的心智和身体当中。因为宇宙中的万物
都在循环运动当中，并且回归到它们的源头。扬升大师们已经掌握了循环法则、合一法则，因此我们只会把我们希望使用的特质加到纯粹的宇宙材质当中，用于手头的特殊工作。如果我们希望一种形态只出现一段特定的时间，我们就会设定时间并给出命令，然后由这种特质构成的相应形态就会显化出来。就那些在提顿王室以及世界各地隐蔽之处的记录而言，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有必要让某些东西不腐败，从而在之后的时代当中保存下来。我们向材质发出拥有这种特质的指令，它们就能准确地记录下我们的命令。因为自然从不说谎，它是在它身上发挥着作用特质的真实记录者，它服从于我们，也服从于人类。不过在它内在有一种特殊的活动，人们要么是无知，要么就是顽固地拒绝承认。对于这种无知还有顽固，人类不断地付出代价，付出代价，付出代价，直至个人自我学习并认可这一基本的永恒真理。它是合一法则、爱之法则、和谐法则、循环法则、完美法则。当人们真正的学习了这一真理，并服从它永恒的指令，那么地球的不和谐以及4大元素的破坏性活动就会停止。自然界中存在着自我产生和自我进化的力量，它会升起并抛掉所有不与合一法则校准的一切。这种力量或者能量是一种由内向外推动的活动，是意志拓展的合一力量。如果不和谐的特质被施加到纯粹的宇宙材质上，其中的电子能量会暂时性的被破坏。当这种积累的能量达到一定压力时，就会发生扩张，打破所有不和谐和限制。因此，合一的伟大生命永恒拓展的创造光之精华，行动中的神会超越一切试图反对它的东西，并根据宇宙的至高统治者指定的道路前进。光之扬升大师知道这一点，并与这种知识是合一的。人类或许也知道这一点，并且也处于合一之中。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它在每个个体的能力和可能性的范围内，因为这是拥有自我意识的生命内在的永恒法则。这个法则没有偏爱。如果人们真的愿意的话，所有人都可以表达出它的全部。在每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存在着这种力量。如果他选择这么做的话，他可以表达出扬升大师在每时每刻表达出的一切。所有生命当中都包含了意志，但是只有拥有自我意识的生命才可以自由地去决定他自己的表达路径。因此，个体可以自由选择在人类受限的身体当中进行表达，或者是在超人类神圣的身体当中进行表达。他是自己表达领域的决定者，他是自我决定的创造者，他愿意并选择过拥有自我意识生命的生活。当一个个体在绝对无所不在的生命当中达成个体化时，通过自己的自由意志，他选择成为拥有自我意识的智能，强化的个体聚焦点。他是自己未来活动的有意识的指导者，因此一旦做出了他的选择，他是唯一可以实现他使命的人。这不是一成不变的状况，而是一个明确的设计好的完美计划。这是一个蓝图，他选择在形态和行动的领域当中进行表达。所以你看，我的孩子，一个人可以在任何时候下定决心超越他的人格特性或者局限。如果他愿意把他的全部生命能量投入到那个决心之中，他就会成功。我们中的这些已经提升身体的人，
达成扬升的人，通过把所有一切交给内在的神之自我，因此他通过我们表达出了他完美的特质，生命的神圣计划。来，我们走。当我们开始我们的旅程时，我知道我们在向南和向西前进。我们经过盐湖城、新奥尔良、墨西哥湾、巴哈马群岛，然后来到一条银色丝带般的河流面前。我们沿着它走到河口处。当我们继续前进的时候，我内心的神之声音说：“这是亚马逊河。”圣哲曼教导说：“现在要意识到，你内在的神总是在指引并主宰每一种状况。”就在这时，我们开始下沉，我们瞬间就碰到了水面。我们的脚下似乎很坚固，就像坚实的大地一样。接触到的一瞬间，我感到很惊讶。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既可以潜入水下，也可以留在水上面，因为我们穿的衣服散发出一种保护性的光环，可以围绕着我们的身体延伸出相当长的距离，同时包含我们需要的条件，让我们可以探索地球地表之下和水下的区域。他继续说，这是因为科学界所谓的电力场环绕着我们的身体，但是这些衣服携带的电力要比你们物质世界已知的更高，更加精微。有一天，你们的科学家会偶然发现它，并意识到它一直存在于大气当中，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如何去指挥，还有去使用它，用于人类的服务。使用心智进行引导，要比任何类型的物理设备要容易得多。不过，它也可以通过机械手段来引导和控制。外部世界所知道的电，仅仅是伟大生命灵性能量的一种粗糙形态。伟大生命灵性能量存在于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人提升并让他的意识与自己的内在神之自我保持连接时，他就会意识到使用这种高等力量和能量的巨大可能性。在他可能做的创造性活动的所有阶段当中，这种能量都可以为他提供无限的服务。然后我们进入水中，毫无阻力地穿过它。我对这种新奇的体验略感惊讶，但是马上回想起那句劝诫，也就是只对内在的神产生意识觉知，并且让它成为每一种状况的主宰者。当前，我们靠近岸边走，路过很多鳄鱼，它们看到了我们，但是并没有被我们的存在打扰。我们继续向内陆前进，来到了一个看起来像是纪念碑顶部的地方。这是一座60英尺的方尖碑顶部，圣哲曼解释说，这里距离地面只有大约10英尺的距离。它标志着上一次大灾难，也就是亚特兰蒂斯沉没时，一座被掩埋的重要城市的最高点。方尖碑由不会腐烂的金属制成，上面覆盖的是那个时期的象形文字。注意，它们非常清晰，并且会这样保持下去，因为那些金属经久不衰。这座城市最初建立在离河边10英里的地方，但是当它被淹没时，河口被拓宽了很多英里。我们从地面升起，继续前进，沿着亚马逊河到达西经56度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进行了观察，然后前进到一个地方，西经70度。圣哲曼解释说，这里是进一步观察研究的地方。他指着的位置是指这2个地方之间的亚马逊河流域，以及它的2条主要支流朱鲁阿河和马德拉河。这个文明，圣哲曼说，是在12000年到14000年前建立起来的。我们现在关注的那部分国土，是马德拉河流入亚马逊河的位置，向西
延伸至亚马逊河与哥伦比亚和秘鲁交汇的地方。13000年前，亚马逊河被巨大的石堤包围着，环绕着它的整个国家的海拔高度至少在5000英尺。那时常年都是亚热带的温度，而不是今天的热带气候。这个国家在这个位置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台地或者是平地，在亚马逊河口处是宽大美丽的瀑布。方尖碑所在的城市位于瀑布和海岸之间，大约是河流南部数十英里的距离。那时从奥里诺科河一直向北，可以看到大量的爬行动物，还有凶猛的动物。我们来到靠近马德拉河的地方，圣哲曼继续说，这是一座古城遗址，帝国的首都，也就是那个时期文明最重要的地方。说到这里，他举起手，这里的景象变得清晰可见，就像是现代的任何一座物质层面的城市那样。他解释说，注意看，它是如何建立在重重的圆圈当中的。商业街从它的中心向外延伸，就像是车轮轮毂的辐条。外圈是每隔3英里就建立的休闲马车车道，一共有7个这样的车道，包括中心圈在内，让城市的直径达46英里。因此，商业活动不会影响这些车道的美观和便利。最里面的圆圈直径4英里，里面是整个帝国的行政大楼，街道铺设得很漂亮，比周围的建筑物和地面低出1.5英尺至2英尺的距离。它们每天早上都被冲刷得非常干净，在一天的活动开始之前被彻底冲洗干净。仔细观察，这些休闲车道异常的壮观，车道旁的植物和花卉是多么的美丽。它们建筑设计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顶层，尤其是住宅，建造了可调节的圆顶。这些圆顶可以根据意愿打开或者关闭，因为它们由4个部分构建而成。如此安排是为了用于睡眠或者娱乐休闲。白天从来不会温暖的让人不舒服，夜晚的时候，美妙凉爽的空气从群山中吹来，有如日出般那么规律。我们走进首都，那是一座巨大而美丽的建筑，内部用带有绿色脉络的奶油色大理石装饰，地板是用质地类似玉石的深苔藓绿色石头铺设得非常完美，看上去就像是一整块大石头。圆形的大厅里有几张大桌子，与铺地板的石头是同样种类，不过颜色稍浅。它们有着沉重的青铜基座，每个之间的距离大约3英尺。这里，圣哲曼再次伸出他的手，我们就位于了来来往往的人们中间，他们在建筑物和庭院之间穿梭行走着。我惊讶地屏住呼吸，因为我看到整个种族都是金发，他们的肤色是粉红透白。男性站立时，身高有6英尺2英寸到6英尺4英寸，女人们的平均身高大约5英尺10英寸。她们的眼睛是最美丽的蓝紫色，非常清澈透亮，透露着伟大沉着的智慧。我们穿越了右手边的一扇门，进入了帝王的宝座室。这一天显然是他的接待日，因为他接待了外国还有当地的客人。这位是帝王卡西米尔·波塞冬，圣哲曼解释道，他是真正神的化身。注意，他脸上慈祥的高贵，他的内心也拥有着巨大的力量。他曾经是，现在也是受到祝福还有爱戴的扬声大师。许多世纪以来，在神话和寓言当中，有关他的记忆一直很鲜活。他的王国在史诗描述当中是完美的存在，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于这些伟大成就的记忆逐渐模糊，在随后的时代常被遗忘。
卡西米尔·波塞冬在各个领域都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他足足有6英尺4英寸高，身材魁梧，笔直如剑。当他站立时，高高在上，整个空气中似乎充满了他的主宰。他金色的头发很稠密，一直垂到肩膀上。王室外袍的衣料看起来像是用黄金剪裁的紫罗兰色丝绸天鹅绒，里面是一件柔软金色面料的贴身长袍。他的皇冠是一条简单的金带，额头中央的位置镶嵌着一颗巨大的钻石。这些人，圣哲曼说，通过专供他们使用的神奇空中导航科技，可以与世界各地直接接触。所有的光能、热能和电能都是从大气当中直接获取的。亚特兰蒂斯在这个时期还处于一个美妙的进步状态，因为它受到很多扬声大师的管理，并展示了通往完美的道路。扬声大师们时不时地出现，为人们的灵性提升而统治着。古往今来，每当一个伟大文明出现的时候，它最初都是建立在灵性法则之上。在它的上升时期，保持着对这些生命法则的服从。然而，不论在什么时刻，当政府或者人民自己开始变得松懈，对生命能量不公平和不洁净的使用成为了官员或者人民的习惯之后，衰退就开始了，并会持续下去，一直到他们回到平衡和纯洁的基本法则之中，又或者他们会被自己的不和谐所消灭。这样，平衡或许会重新建立，并从全新开始。卡西米尔·波塞冬是亚特兰蒂斯伟大扬声大师统治者的直系后裔。事实上，他所统治的文明是亚特兰蒂斯文明和成就的产物。他帝国的首都闻名于世，因为它的恢宏还有美丽。正如在乡村地区所展示的，观察那些物品运输的方法，这些人使用的动力是在一个机器状的盒子里产生的，2英尺见方，3英尺长，联系到所使用工具的机械装置上。来自溪流的水源供应也在控制之中，水流的能量得到利用，不需要任何形式的警察或者军事机构，因为通过提醒人们法则运作的方法，以及散发出美妙加持的能量，让人们能够去遵循法则。庭院的东面矗立着一座宏伟的建筑，我们走向它，入口上方放置着这样的字：神赐予人类的生命殿堂。我们走了进去，发现从里面看要比外面看上去大得多。这里有至少可以容纳1万人的座位。在这座巨大殿堂的中央，矗立着一个大约2英尺见方、20英尺高的底座，它是由自发光的乳白物质构成，发出白色的光，带着粉红色的气息。它的上方立着一个水晶球，直径2英尺，由某种内部持有柔和的白色光芒物质构成。它非常柔软，但是同时发出的光又如此明亮，整栋建筑都被照亮了。那个球体，圣哲曼评论说，是由沉降的材质构成，是包裹着强烈圣光的聚焦点。它是在那个时期由一位伟大的宇宙大师显化出的，用于人们的加持以及赋予生命的活动。它不仅仅持续地发出圣光，而且发出可以稳定人们活动和帝国的能量与力量。球体的圣光被伟大的存有所聚焦，随后在它的周围建立起了这座建筑。它真的是至高神之灵在沉降下来的聚焦点和集中活动中心。打造它的伟大宇宙大师每月一次出现在神光旁边，并宣告神之法则、政府法则，还有人类法则。因此，他为那个时代的人们颁布了神圣的生活方式，并成为了基督活动的聚焦点。在这里，圣哲曼再次伸出他的手，这位伟大存有
栩栩如生的动态场景展示在我们眼前，绝不可能用语言来描述那位临在的荣耀。我能说的是，它是真正神之子的完美表达。在那一刻，我听到这位伟大的宇宙导师在向人们宣告法则。他临在和谕令的画面与威严永远地铭刻在我的记忆当中，他们清晰地保留在我的意识当中。我把他的谕令展示给你们，就像这谕令在我面前一样。合一伟大神的爱子，你们难道不知道，你们正在使用的生命是来自合一至高的临在，永恒的纯洁、圣洁和完美吗？如果你们做了任何破坏合一生命美丽和完美的事情，你们就是在切断自己与神的恩赐之间的连接。你的生命是神之爱的神圣宝石，神之爱是宇宙奥秘的源头。你的神把他自己内心的圣光托付给了你，珍惜它，尊崇它，让它一直拓展至更伟大的圣光和荣耀之中。你的生命是无价之宝，你是神之财富的守护者，确保你只为它使用。知道你已经接受了生命之光，你要肩负起使用它的责任。生命是一个连续的循环，这座城市就是建立在这个法则之上。如果你的确创造了与那源头相似的事物，并知道它的爱与安宁在你的内在，如果你使用创造的力量仅仅用于祝福，那么当你绕着存在范围走一圈时，你就会知道生命的喜悦，并会为它增加更大的喜悦。如果你创造的事物与你的源头不相像，那么邪恶就会带着更多它的同类返回到你的身上。只有你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只有你对你的神之自我负责，因为你使用了生命，你的存在，没有人可以脱离伟大的法则。我宣布这个生命法则已经很长时间了，这就是你对自己的法则，因为你总是可以来到你的神面前。如果你渴望生命完美的话，我并不总是像现在这样，在真理的道路上抓住你迷路的双脚，也不是来提醒你，在山顶处存在着永恒的圣光，为你提供指引。在将来的某天，我会在人们的内心讲话。如果你热爱生命，你就会呼唤我。我居住在每个人的自我之中，不要让这困惑住你，我的孩子。如果你想认识我，认识圣光，你必须要去寻找我，找到我，找到之后，永远居住在我里面。那时，圣父、圣母、圣子将会成为人们心中合一的存在。圣子永远是通向神的大门、通道。在你的心智与你的内心当中，我的圣光永远在提醒着你，我的临在，因为在将来，我只会在那圣光当中出现。那时，我将会成为你心知的智慧，来主宰你心中的爱，让你充满合一生命、神的安宁。你的身体只是灵魂的载具，你的灵魂必须流入我的圣光，否则你将衰败。你心智当中，我的圣光是进入所有圣光核心的道路。只有通过我在你里面的光，你才能把你存在的每个细胞中的光拓展进入越来越伟大的存在之中。在你喉咙之中的是我的圣光，这是你说出我的话语的力量。通过这些，我总是可以照亮、保护、完善我的孩子们。没有肩负这三重使命的话语，不是我的话语，当它们被说出时，只会带来痛苦。在你的心智和你的内心中，对我的圣光进行深思，你就会看到万物的内在，理解万物，成为万物。然后，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永远不会让你困惑。我现在说出这些话，它们被铭刻在地球的石板上，以及地球孩子的记忆当中。
在我所说的将来的日子里，神之子会接收到我的这些话语，并把它们传达出来，用来祝福全世界。那时，当你完全接受我的临在，并让它一直在你的生活和你的世界当中发挥作用，你会发现你占据的那具身体的细胞会因我的圣光变得明亮。你会意识到你可以继续进入那个圣光的永恒身体当中，也就是基督的无缝长袍。只有那时，你才能从转世之轮当中解脱出来。在经历了人类体验的漫长旅途，履行了因果法则之后，你将超越所有受限于这一法则的状况，你将会成为法则，全然的爱，合一。这就是基督永恒的扬升身体。圣哲曼转向我说，在基督的身体当中，一个人可以挥舞主宰的权杖，并获得自由。我的孩子，即便是现在，你可以扬升进入合一的圣光当中，因为圣光就在你的心智中，圣光就在你的心中。如果你坚定地站在圣光当中，你就可以提升你受限的物质身体到你纯粹永恒的光体当中，永远青春自由，超越了时间、地点还有空间。你荣耀的自我永远在等待着你进入他的圣光当中，并接收他永恒活跃着的安宁与安息。他不需要准备什么，他拥有所有的力量，完全进入你的光之自我的怀抱。那一刻，即便是今天，你现在的身体就可以达成扬升。话刚落音，画面就停止了。我们又向前走了不远，停在了放在地面上的一块平整的大石头旁。当圣哲曼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时，石头从地面上升移动到一边，露出一个通往地下的台阶。我们下降了大约40英尺，来到一扇密闭的门面前。他用手快速地扫过门，门就打开了，露出某些象形文字。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些文字上，他指示说。我这么做了，看到神赐予人类的生命殿堂这几个字清晰地写在我面前的大门上。在我面前是一扇实体门，我们在刚刚动态的场景当中看到过它。门打开了，我们进入一个房间，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有一个小的穹顶，在这里存放着大量的金属盒子，大约2英尺长，14英寸宽，高6英寸。圣哲曼打开了一个，我看到里面装的是金片，上面用铅笔写下了那个文明的记录。我意识到，在4个小穹顶下，一定都有被密封和保存好的房间，而中央的大穹顶则建立在圣光之球上。我们找到了连接4个小房间的秘密通道，然后进入其中第2间，看到里面的容器装满了属于那个圣殿的珠宝。第3个房间装的是黄金和珠宝饰品、宝座以及其他黄金椅子。这把宝座椅是金匠精湛工艺的杰出制作，它的靠背形成一个贝壳状，在统治者头部上方形成一个华盖，它的2侧悬挂着金色的垂帘，这些垂帘由黄金链环组成，每个小黄金链环形成一个数字8的形状，它们环绕在椅子上，营造出精致而优雅的效果。房间的中央是一张长约14英尺、宽约4英尺的玉石椅子，放在金色的青铜台座上，旁边放着14张玉石椅，椅子腿镶嵌了黄金，椅子座呈弧形，靠背雕刻精美，每把椅子的靠背上仿佛站立着一只休憩的美丽黄金凤凰，眼睛上镶嵌着黄色钻石。这种设计象征着灵魂的不朽，以及每个人会成为完美神圣的存有。当每个人在历经苦难之火后，从他人类创造的灰烬当中重生之时。第4间房间有着7种不同类型的
我称之为能源盒子的东西，可以接收并传输来自宇宙的能量，用于照明、加热和驱动。记录显示，这些人通过神奇的飞船与世界各地接触。这个文明之后出现的是被称之为皮乌拉的文明，之后是印加文明，两者都延续了数千年的光阴。就在刚刚描述的那座城市被埋葬之前不久，它就达到了荣耀的巅峰，聚集起圣光，让这座城市得以发展和维持的伟大宇宙导师最后一次出现在那个帝国。他前来警告即将发生的灾难，如果他的居民听从的话，他们会获得拯救。他在5年前就预言了席卷整个帝国的灾难，并宣告这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他们中间。那些希望获得自救的人被引导着离开该国家的那部分地区，并指示去到哪里。警告告诉他们说，最后的毁灭性活动会是突然且彻底的。当他说完预言后，身体就迅速地从视野当中消失了。令人们惊愕的是，承载着永恒之光的水晶球以及他的基座也跟他一同消失了。有那么一段时间，人们对他们帝国毁灭的预言感到不安，但是1年过去了，什么都没有发生。人们对这位临在的记忆变得模糊，人们开始怀疑他的预言是否会实现。国王以及那些灵性更进化的人离开了帝国，来到美国西部的某个地方，在那里安全地等待着，直至转变的发生。留下来的大多数人开始变得越来越怀疑。2年后，人群当中一位更加激进的人试图让自己成为皇帝。当真正的帝王离开那个王国之后，他封锁了宫殿还有圣殿，让圣光在那里得以维持。这位准皇帝试图强行进入封锁的神殿，结果倒在了大门口，死去了。在第5年快要结束时，灾难发生的那天中午，太阳变暗了，一种可怕的恐惧弥漫在空气当中。日落时分，可怕的地震撼动了大地，把建筑物摧毁至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那片土地，也就是现在南美洲的位置，失去了它的平衡，向东翻滚，淹没了整个东海岸160英尺的距离。这样保持了好几年，然后逐渐地恢复到原来的位置60英尺以内的距离，至今仍然如此。地壳的活动导致了亚马逊河的加宽。之前这条河流有18英里宽，比今天更深，从头至尾都处于通航的状态。它从现在秘鲁迪迪卡卡湖的位置流向大西洋。在之前有一条运河从太平洋一直开凿至迪迪卡卡湖，这条运河与亚马逊河相连，形成了2个海洋之间的水道。当时那片大陆的名字叫做梅鲁，它被赋予了一个伟大宇宙导师的名字。它的主要活动重点就是在迪迪卡卡湖。亚马逊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驱逐舰，这个名字从上面提到的灾难时期一直流传了几个世纪。整个南美洲大陆地貌的起伏解释了其西海岸的很多状况，直到现在，地质学家和科学家也无法从他们发现的科学数据中进行解释。因此，自然界的巨大灾难为曾经取得辉煌成就的文明蒙上了一层宇宙的面纱。随着时间的流逝，只有其中一些片段重见天日。这个真相可能会受到外部世界的质疑，但是放置在提顿王室的那个文明的记录，终有一天会成为证据，揭示它的存在，以及之前那个时代所取得的成就。这些剧烈的变动展示在我的面前，我会想，为什么一个在最开始
各个方面都美好、美丽和完美的文明，会经历灾难中的可怕的破坏。圣哲曼看到了我心中的困惑，做出了以下解释。你看，他说，当一群人足够的幸运，可以接收扬升大师圣光的照耀和指导，比如像这位伟大的宇宙存有那般，人类就会被给予机会去看到生命的神圣计划。这项计划旨在通过人们有意识的努力来到世间。然而不幸的是，几个世纪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人们不去理解生命，而是让自己陷入昏昏欲睡的状态。他们没有通过使用内在的神之力量来付出所必须的努力，完成这些事情。他们开始依赖于给予圣光的使者。当个人不再有意识地努力去理解生命，也不再与它和谐的合作时，维系的力量就会被收回。人们很少意识到，他们接收到的大部分祝福是来自给予圣光的那位使者力量维系的结果。如果有一群灵魂被教导掌握圣光之道，并且在世世代代当中都被提醒他们从出生就拥有的神圣权利，那么不再允许提供帮助的时刻就会到来。那时扬升大师的圣光就会收回，这些灵魂就会被迫面对这样的事实，也就是维系和达成的力量并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努力。这些人必须理解，他们只能接收自己为之付出努力的部分。在这样的活动当中，体验过的经历会强迫他们做出必要自我意识的使用。当它完成时，拓展和神之领域就开始表达。任何继续有意识的努力去表达神圣意识对人类统领的行为都不会失败，因为只有当有意识的努力停止时，失败才会到来。在这个宇宙的任何地方，每当创造的力量被赋予某个存有时，创造的责任也伴随着力量到来。所有的创造都是自我意识的努力。如果一个人被赋予了这份生命的伟大礼物，但是却拒绝承担起他的责任，拒绝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在生命中的体验将会以痛苦的方式刺激他，直至他承担起责任。因为人类从来不是在受限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的，直至达成完美，也就是把他在最初时被赋予的完全表达出来之前，都不会停歇。完美、主宰、和谐的使用和控制所有的物质和能量，是生命之道，也就是人类最初的神圣蓝图。一个人内在的神就是那完美和主宰，他是每个人内心的临在，他是生命之源，一切美好和完美事物的给予者。当一个人看向并认可他的源头作为一切美好事物的倾泻之处，他在那一刻就自动开启了流向他和他世界美好的能量流，因为他的注意力转向他的源头。这是一把为他打开一切美好事物的金钥匙。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神的表达，只有通过自我意识的努力去理解生命，并通过自己表达良善的圆满，外在体验的不和谐才会停止。生命个体和法则是合一的，它在永恒之中就是如此。来吧，他继续说，我们将前往朱鲁阿河附近的一座被淹没的城市。我们向西行，很快就来到了一个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圣哲曼伸出手，那些人在以太层的记录又活跃了起来。我们观察的地方是那个帝国的第二重要城市。我们刚刚离开的地方是灵性的力量和活动的焦点，而我们将要看到的第二座城市是与人民的物质福祉有关的商业活动和政府运作的所在地。这里是国库、铸造厂、政府、实验和发明活动之地。距离这座城市不远的地方是雄伟的安第斯山脉，
是这个帝国丰富的矿产财富源泉。我在这些人们之中注意到一件非常显著的事情：所有的人完全的处于安宁之中，而且心满意足。他们来来往往的步伐呈现出安宁而且细腻的节奏。画面结束，我们继续前往，到达唯一可见的岩石点。圣哲曼碰了碰其中一块石头，他移向一边，我们看到了一排20阶通往下方的金属台阶。我们沿着台阶向下，到达一扇金属门前。我们穿越大门，又下降了20阶，来到一扇巨大的密封青铜门前。他把手伸向右边，打开一个方形的开口，里面就像是管风琴的金属挡块。他按下其中2个，这个庞然大物缓缓打开了。我们站在一个巨大的房间里，所有的一切都和那个遥远的时代一样。它曾经被用作发明创造的展览室，公众可以进入。所有的固定装置都是由金属制成的，与看起来像乳白色玻璃的东西粘合在一起。这个，圣哲曼说，是通过某些金属与玻璃结合在一起的融合过程制作的。这种方法可以使金属像钢铁一样坚固，而且不会腐烂。当代的一个人曾经非常接近发现这个相同的工艺，因为他只差一个元素就成功了，而那就会让金属永不腐烂。整个房间当中都内衬着同样特别的金属。这个房间通往3个巨大的金属门。圣哲曼走到一排挡块前，按下其中3个，所有的门一下子都打开了。我们进入第一扇门，发现一条狭长的通道。与其说是房间，不如说更像是一个金库。里面摆放着容器，容器当中装满了银元大小的金盘，上面印着帝王的头像，还有铭文：神对人类的庇佑。进入第2个房间，我们发现了类似的容器，装满了各种未经切割的珠宝。第3个房间里面放着扁平的容器，薄薄的金片，上面写着那个时期使用的配方和秘密工艺。圣哲曼说，其中很多配方还有工艺在之前的时代并没有使用，他们会被带入当前的时代使用。他回到挡块那里，按下了另一个，第4扇门打开了。我之前没有注意到，这扇门通向一条拱形的隧道或者通道，把这些宝藏与铸造厂连接了起来。它一定至少有1/4英里那么长。在隧道的尽头，我们进入了一个巨大的房间。这里是铸造厂的主要部分，里面都是机械迷宫，结构设计非常美妙。在我看到的众多机械当中，有冲压黄金以及切割和抛光珠宝的机器，它们非常令人着迷。它们的运作是如此的完美。在这里，圣哲曼向我展示了一块可延展的玻璃样本，就像水晶一样透明。这个房间里有大量的本土金块、金粉和金锭。金块、金锭重8磅和10磅，我惊讶地说不出话。在一个地方居然有如此巨大的财富。圣哲曼知道我的感受，说道：把你看到的如此巨量的财富释放给人类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当今商业世界中的自私，让人类再去浪费更多大自然的馈赠，无疑愚蠢至极。神和大自然把他们的财富慷慨地赐予地球，为了让转世到这里的灵魂使用和祝福。然而人类情感中的自私和对权力的渴望，让他们忘记了生命更高等的存在方式，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人道行为。那些提升至控制大众的位置上的少数人，应该拥有智能，知道可以帮助大众的，就是最可以帮助到个人的。但是，如果他们拒绝承认这条法则，随之而来的就是自我毁灭，这是他们自身的自私造成的。
自私和控制他人的权力感会盲目的理智，并让外在心智对其自身危险的感知变得迟钝。这样的个体在每一种状况中都会一头扎入毁灭当中，摧毁灵性、心智、道德和身体，并会延伸进入很多次转世当中，一直到接下来的第3次和第4次转世。只有当人类摆脱自私和欲望的所有形式的泥潭时，人类才能被托付以神和大自然为正确使用而准备好的一切。任何个体，当他清除自己的自私和欲望，就可以充分地利用所有的这些财富。当他可以和谐地使用它们时，就可以去造福人类。一个人可以让自己做好准备，成为这些礼物的保管人，因为在已经进入的时代当中，只有那些人才能拥有无限使用的财富。他们要让自己准备好，成为这些宝藏值得信赖的守护者和分配者的人。神和大自然为人类提供这些礼物，是为了让他们去正确的使用，而正确的使用才是接受这些馈赠的唯一条件。圣哲们双手交叉在胸前，继续说道：伟大的神，请坚定地进入你这些孩子的内心，让他们想要的只有你，这样他们就不会想要你那伟大的礼物了。他密封了我们找到的所有东西，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身体当中。我很快就重新进入了身体。他又把装满生命物质的水晶杯递给我，说：我的孩子，你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帮手，愿神永远祝福你。带着那个祝福，他鞠了一躬就走了。